谁主使你们来行刺的？你说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做梦！继续搜。是。彭城王找到了吗？还未找到。太妃，金陵王身负重伤，彭城王生死未卜，而这一切祸起的源头正是金星献武的陆护军，请太妃立即拿下陆远，严加审问。哎，沈志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栽赃陷害！彭城王到！殿下。参见殿下，既受救驾来迟，还望殿下恕罪，快救三宝！快！金陵王如何？属下不知。金陵王受伤后，便让我来守护殿下。去人授课。康儿，
六弟，拿下陆远。是。殿下，殿下冤枉，冤枉啊！殿下，殿下，这些武姬是下官为太妃寿宴所献，下官虽有识察之责，但下官真不知他们心怀不轨。前些日子在天香舞房遇到殿下，若行刺是下官授意，为何不当日出手啊？非要等到今日吗？串谋行刺，下官是万万不敢的，还请殿下您明察。可有抓住活口？禀殿下，刺客尽被陆护军所杀，下官曾尽力阻拦，但陆护军所带中军刀刀致命，下官有罪，请殿下治罪。刀刀致命。陆护军，何必如此心急呢？本王还想着抓个活口，来证明陆护军的清白。陆护军竟这么急着赶尽杀绝，这倒让本王更为疑惑了。是下官疏忽了。下官所带中军大多出自军营，上阵杀敌向来不会手下留情。等下官回去，一定严加管教。陆护军，你好了，雪儿还没醒呢，你们这样吵闹像什么话？陆远献武贺寿，是我首肯的，错都在我。我听闻今日健康有人在跳送军行，心中好奇，便让陆远找来武姬献武，可不曾想让他们有机可乘，害得殿下和雪儿如此。殿下要怪，就怪母妃吧。儿子并无此意，母妃莫要如此。怪只怪奸人太过狡诈，那些武姬背后定有主谋。儿子一定要将他们抓住，予以严惩，绝不让六弟白白受伤。沈直，在。清查府内，将可疑之人通通清出府邸，加强巡戒，绝不能让母妃和六弟再有任何危险。至于行刺一事，继续调查，一定要揪出幕后主使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殿下，你也受伤了，赶快去找医官看看吧。多谢王妃。本以为几个小小的武姬掀不起什么大浪，可没想到竟然在彭城王府布下如此大局，参与人数竟如此之多啊！既然他们的目标也是彭城王，那跟我们不正是同道中人？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。今日若不是太妃，这罪名就扣在了我的头上。而彭城王，他绝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！护军，还有一人在逃。抓活的。是。看来想让本王死的人还不少啊！世人都说殿下只手遮天，纵容奸佞。他们哪懂是皇上凡事将权势推于殿下面前。殿下勤政爱民，但奈何陆远这等奸佞根基深厚，为一己私利，抢地辱民，无恶不作。殿下夹在当中，受委屈了。不可妄议。皇兄登基多年，一直受奸臣裹挟，只要能扳倒这些乱臣贼子，本王在所不惜。徐湛，
你去天祥五房查查。是。殿下，武器中还有一个活口，下官怕陆远抢先灭口，所以没提。凤鸣县武的武姬原有9人，但只找到8具尸首。封锁健康，多派些人盯紧陆远。是。他比本王更急着要抓住此人。陆虎军还真是着急啊。尽职尽责而已。哦，沈将军，不也如此吗？全城戒备，拔树除根，寸地不可放过，挨家挨户给我搜。是。走。嬷嬷，谁呀？嬷嬷，开门，是我。啊，嬷嬷来了。这怎么了？公子，这离哥受伤了，快先进去。好。嬷嬷，公子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不该问的我不会问。师父，大局为重，你愿意吗？为了离歌，我愿意。待到成功之后，我会帮你寻找父母。谢师父。你醒了，离哥。是谁的主意？是谁的主意让阿奴代替我去死的？又是谁的命令，宁可牺牲所有的兄弟姐妹，也要保我逃出彭城王府？是谁？是你还是师父？说话！你伤得不轻，还需要静养。我去问师父，我现在就去问师父。离哥，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找师父。离哥，无论是阿奴，还是那些兄弟姐妹们，他们在去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是，我们可以为刺杀而死。但是不能因为我而死！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我们情同手足，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我的面前，而我却不能出手相救，你以为我不难过吗？我恨不得死在凤凰台。可是我不能，很多事情它真的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。我们从小就是朱雀盟的人。执行这一个又一个的刺杀任务，我们不能问为什么，我们只能听从。可我
不能踏着他们的命活下来。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，只有杀了彭城王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才能对得起我们那些死去的兄弟姐妹们。你清醒一点，离哥。阿奴之前说过，他说等一切结束了，他想要去梅州看看。我若没有记错的话，梅州是你的家乡，对吧，师兄？你怎么忍心？眼下全城戒备，阿奴为你而死，就算你不珍惜你这条命，也要对得起阿奴吧。不止你一个人难受。手持一段缘起，心知千言万语，情爱执着一山蓝缕，心如期只觉得眉黛如絮，私藏一身爱意，追至悬崖山底，心痛处随旁敲侧击，人快于恨不能倒计，相遇。我来了。此生泪如潇潇无边之日，痛到风花雪月天地，用尽这一生痛苦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看运气再浪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哇，随饼啊！这是给谁的呀？当然是给你的了。啊！那我可就吃了。师姐，你别！哎呀，师兄你太讨厌了！这个饼怎么一下就到你嘴里去了呢？好吃。吃随饼吗？姐姐不吃。姐姐，你哭了。姐姐有个妹妹，她做的随饼很好吃。那她以后可以来我们这儿做随饼吗？姐姐病还没好，你自己去玩啊。嗯。姑娘，你还有双亲在世吗？现在还有什么亲人啊？我是孤儿。这个手串是你的吗？李哥，不好了，有人来
来送。什么？跟我来，来，千万不要出伤，快点过来帮忙！开门！快点开门！快点开门！这儿，开门！啊，来了来了！快点！快点！王大哥，快点！来了来了！快点！没事，给我送。是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受伤的女子啊？没有啊，没见过。报！里面没人。一定要找着她。明日，让他们一起挫骨扬灰。继续搜。阿奴他们是替我而死，我不能看着他们的尸体被践踏。这分明是陆远设下的圈套。圈套又如何？即便是死，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奴和姐妹们的尸体被陆远糟蹋。我若这般无情无义地活着，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。在你心中，师兄就这么无情无义？我跟你一起去，就算死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，也不枉我们师兄妹一场。有你在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死。喂，还有我。走。护军，时辰已到。行行，行行。放箭！给我追！阿努师姐他们以后，应该就自由了吧？
的是姑娘回来了。宋嬷嬷，这位是？佳儿，你是佳儿。夫人，你认错人了。不，你是佳儿，你是我的佳儿。夫人，你别笑坏姑娘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佳儿，佳儿，你不认识娘了吗？啊，你这眉毛，你这眼睛，跟佳儿一模一样，你就是佳儿，你就是我的佳儿。娘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手镯，佳儿，你真的是我的佳儿，你真的是我的佳儿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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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。来，佳儿，吃点点心，娘做的。来。哦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来。是啊，姐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你尝一下吧。来。哦，你是不是渴了？先喝点水。来，先喝点水，喝点水啊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今天有桂花糕吃啊。又去军营比武了。你大哥呢？在后边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个人打8个人，我赢得可漂亮了。这谁啊？什么？这是谁呀？这是你亲姐姐。挺漂亮的。别没礼貌，见过姐姐。好，好，好，见过我这第18位姐姐。青姐，赶紧准备钱吧。我猜啊，这过不了中午，这个姐姐的亲生父母就得来抓她了。哎呀，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？来，喝点水。你慢点啊，佳儿，这是风儿，是你弟弟。这位是乐清，她是你小叔叔的女儿。你小叔叔和你叔母过世的早，所以她就养在我们家了。见过姐姐。啊，你还有一位大哥叫沈直，他是领军将军。郑叔，听说找到妹妹了。哦，是啊。啊，你大哥回来了。彭城王要活口。你敢违令？佳儿，来。娘说的，哎，对，就是他。侄儿，你看，这就是你佳儿妹妹。你当真是我妹妹？娘，还是仔细谨慎些好。
若是认错了旁人，哎呀，不会错的。朝迁匹之木兰兮，娘希望你像木兰一样清丽洒脱，便让你爹为你特意打造了这条天下独一无二的木兰渔船，御物统之，很难反造。所以这次一定不会错，她就是我的佳儿。我记得这艘船真的是佳儿。嗯。你果然是我妹妹。真的是姐姐啊！好了，大哥，姐姐刚回来，你别吓着她了。是大哥不好，大哥不好。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娘找你找了很多年呢。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当年掠走你的人，你可还有印象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这些年，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？四海为家。那你……哎呀，好了，青儿，你姐姐她刚回来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你就别再问了。怪我，我不问了，是姐姐就好。这下好了，咱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哦，对了，娘，姐姐刚回来，院子还来不及打扫，要不今晚姐姐就与我同住，我正好有许多提起话想跟姐姐说呢。还是青儿懂事儿。娘放心，我呢一定会照顾好姐姐的。嗯。轩儿，醒醒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母妃。轩儿，太妃，陆护军求见。不见。陆护军说，今日一定要见到太妃。我说了不见。若非他擅自行事，引狼入室，轩儿又怎么会命悬一线？那日我当众帮他说话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今日他居然还敢再来，去告诉他，就说事情未了，为了避嫌，不见。是。护军，我们布置在彭城王府的眼线，今早全被换掉了。我正在计划重新安排一批进去。岳芳呢？彭城王府的人并未发现他的可疑。凤凰台一事，是我大意了。你让岳芳在彭城王府谨慎行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可暴露。皇上卧床多年，若不是有彭城王，这监政之权定是护军的。不急，坐。这天下想让彭城王死的不止一二，静观其变，不怕等不到那一天。静陵王如何了？还没醒。孙太妃那边一定要好好伺候着，千万不可怠慢。沈直那边呢？沈直中军封锁了健康城，想必是已经发现了漏网之鱼。
这个人以后要多加防范。这次的刺客不简单。殿下，如何？他们去了，陆远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但他们一伙人行事缜密，声东击西，才将尸体体面的焚烧殆尽。陆远被玩弄了一番，落得狼狈不堪。自天下五房开始，陆远就入了局。布局这么多年想杀我，但又不是陆远的人，那会是谁呢？本王现在倒是有些好奇了，那面具之下藏着的，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面孔？自行长之后，他们便销声匿迹了，但肯定还在健康城内，下官会继续竭力搜捕。放心吧，陆远比你我都急，他堂堂陆护军，何时吃过这样的亏？盯紧陆远便是。明白。阿奴怎么会是安北将军沈廷章的女儿？岁数倒是对得上。啊，之前我便听闻安北将军府丢失了一个女儿，将军夫人伤心欲绝，18年以来从未停止寻找自己的女儿，可没想到是阿奴。这天底下的事儿，未免也太巧了吧？苏嬷嬷，这事儿会不会搞错了？姑娘，我替夫人找女儿这么多年了，你这手串是最好的见证。更何况母女连心，若非亲生女儿，夫人怎会如此激动？李哥，眼下建康城风声鹤唳，全城宵禁，又遍地都是陆远的眼线。现在我们不管阿奴是不是沈家的女儿，既然沈氏没有见过你的样貌，不妨你先躲入沈府，先养好身体再说。况且待在慈幼院不是一个长久之计，这里都是一些孤苦无依的孩子，如果因为此事我们连累到他们，岂不是今生良心难安？我也会将3九堂重新开张，药房不易被注意，我也可以跟空城隐藏身份，这样可以更好的追查陆远的消息。等到风声过去了，我们再想办法出城。师兄，你让我再想一想，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陆远虽然狡诈，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我们敢大胆的栖身在他眼皮底下。越危险，就是越安全的地方。佳儿，佳儿，佳儿，佳儿。如果阿奴真的是沈夫人的女儿，你忍心看见阿奴的亲娘再次忍受丧女之痛吗？姐姐，别着凉了，再披件衣服。你这衣服都开了。姐姐，你这身上的疤……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多谢。这些年，真是苦了姐姐了。今晚，姐姐跟我一起睡吧。是妹妹唐突了。我不习惯高床软枕，我睡地上就好了。哎，那怎么行？18年了，这是姐姐回家的第1晚，姐姐还是睡床上吧。若是娘知道了，该说我招待不周了。
姐姐就别跟我争了，啊。姐姐可是在慈幼院长大，可还有养父养母在世，若有的话，便一起请到府中。娘应该好好谢谢他们。我一直跟着师父，师父云游四海，我也找不到他。累了，睡吧。哦，那早些歇息吧。轩儿，轩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春芳，快把熬好的牛骨汤拿来。是。六弟，六弟，四哥，康儿，四哥，醒了就好，先不要乱动啊。四哥可有受伤？刺客抓到了吗？陆远呢？他指使的，对不对？你先让医官好好看看。许医官，不要！四哥，这次行刺，陆远肯定脱不了干系啊！借献武刺杀奸证。四哥，抓住这次机会，将陆氏父子绳之以法。六弟我。轩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子啊！对，母妃说的对，你先什么都不用管，好好把身子养好。四哥，四哥，四哥！轩儿，来，快躺下。轩儿。殿下为何还是不肯与晋灵王说真话呢？晋灵王以生死相托，殿下又何必一个人扛下这一切呢？多一个人相帮不好吗？越是生死相托，本王越是担心。少帝之乱，本王死了2个哥哥。皇上登基以后，又不知何故身体羸弱。孙太妃生母出自陆氏，本王与陆氏之间也终有一场较量，又何必将他们置身于漩涡之中，左右为难呢？原来殿下还是护着晋灵王，念着与晋灵王的兄弟情谊。